今日死守城关，人在城在，绝不后退。将军，苍云关不能破，告诉所有人，就算打到只剩最后一个人，也要守住，绝不让北敌的铁蹄踏进咱们大圣国土。爸妈走后，家里总是莫名其妙多出很多东西。这血还是热的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你怎么整天往家里扔垃圾？我告诉你啊，别仗着是祖传的老物件，我就不敢动你。你再往家里扔垃圾，就把你扔河里去。将军，您的伤口溃烂愈发严重，军中早已断药多日，眼下没有医治办法，只能请您暂且忍耐一下。无妨。你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？行，你不是爱吐东西吗？我把你灌满水，看你还怎么折腾。水呢？这么多水都去哪儿了？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将军，军中断水断粮，镇关城守不住了，咱们突围吧。将军，我沈家军死守边关1年，20万弟兄如今只剩不到2万，蛮族30万大军围城，就是想困死我们，再拖下去，只怕会全军覆没啊！将军，朝堂奸臣当道，不派援军，不给粮食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弟兄们战死、渴死、饿死，这狗屁皇帝根本不值得我们给他卖命。将军，弃城突围吧！若是弃城，我镇边8万百姓会立刻成为蛮族南下的口粮，南方无险可守，我大圣子民会被蛮族屠戮殆尽，本将不能弃城而逃。守城是死，弃城亦是死，天要绝我沈家军啊！还有多少战马？将军，不能再杀战马了，万匹战马现在就剩下200匹，杀了我们就真回不去了呀！杀了2万将士，不能饿死。将军不能杀战马呀！我再去想办法弄点水和粮。我意已决。沈策，将军，执行吧。水，水，真的是水！将军，盆里出水了！甜的，是干净的水，我们有水了。难道神明真的显灵了？我们不用渴死在这鬼地方了，傻弟兄们有救了！神明在上，弟子沈燕奉命镇守北境苍云关。如今城中断水断粮，北敌30万大军围城，数万居民命悬一线，求神明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！我就不信了，水龙头开最大还堵不上你个破盆。神明在上，弟子沈燕镇守北境镇关城。如今城中断水断粮，别！我不是神明。你不是神明，那你是谁？我叫许之夏，就是个普通人。胡说八道！将军，这肯定是妖邪作祟，想蛊惑我们。我才不是妖邪！刚才这盆还吐带血的破布和绣岛片呢，我接了好多水进去，结果一滴都没剩，转头就听见你们喊神明。不管你是谁，求你救救我们！城里已经断水断粮3天了，老人和孩子都快撑不住了，再没有吃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。你等着，我家有吃的，这就给你送过去。许姑娘大恩，沈燕没齿难不忘。用谢。苍云关数万军民，永世不忘你的救命之恩。不好，北敌冲锋了！守住了，北敌拼了命往上冲，下次来我们肯定顶不住了。
就算守住了又怎么样？没有粮食，早晚也是死。将军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用北狄来打，我们自己就散了。沈策，去军帐把那个聚宝盆抱过来。是，将军。诸位将士，诸位乡亲，昨日我们喝到的水，今日吃到的粮食，都是聚宝盆带来的。这便是上天不忍我北境万民受苦，派来拯救我们的神物。聚宝盆真的有神明？只要我们守住苍云关，神明就会源源不断的赐下粮草和药品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一定能等到转机。老天有眼啊，我们有救了！苍云关有救了！徐姑娘，你还在吗？今天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送来的吃的，我们根本守不住。还好还好，刚才那喊杀声震耳欲聋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你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这边可太平了，大家都能吃饱穿暖，晚上有电灯，出门有汽车高铁，几个小时就能到千里之外，还有手机，隔着108000里都能视频聊天。原来真的有这样的太平盛世，你们也会有的。对了，你们的援军什么时候到啊？援军来了，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没有援军，朝堂上的奸臣早就断了我们的粮饷，他们想借北狄的手，除掉我这个眼中钉，在他们眼里，这几万条生命根本不值一提。太过分了，这群人怎么能这样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明天就去超市买更多的食物和药品，绝对不会让你们饿死。将军，不好了！我刚清点过所有粮草，只够支撑3日了。若是3日内没有补给，我们怕是撑不住啊！沈燕，你别慌，3天时间足够了。我明天一早就去采购，囤够你们1个月的粮食和药品。徐姑娘，这太麻烦你了。我们素不相识，你没必要为我们做到这种地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？你死守苍云关，保几万百姓，我能搭把手，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啊。她只是个普通姑娘，却愿意这般倾力相助，这份心意实在难得。徐姑娘，实话跟你说，朝堂早就放弃苍云关了，既无援兵，也断了粮草。若是没有你，我们早就全军覆没了。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玉佩，从小到大从没离过身，现在送给你，希望它能替我护你岁岁平安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该道谢的是我们。沈策，去把府库的金银古器搬来。将军，这些财物本是留着应急的，全都送出去，万一之后再有变故。听我的，许姑娘为我们耗费钱财，这些东西留在边关无用，更好能帮衬她。这些你拿去周转，不够随时告诉我。从今往后，苍云关的百姓就拜托许姑娘了。小姑娘，是来讨古玩还是出手物件？老板，我手里有几件老物件，你帮忙长长眼，价格合适就出手。不得了，这是正经大圣宫廷古器，品相完整，市面上极其少见。我给你行业顶个收购价，绝不虚价压单。300万，您看如何？可以，成交。这下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传送。许姑娘，这批物资来得太及时了，再晚半日，
大批伤兵和百姓就撑不住了。不用客气，你们死守边关，护万民安稳，我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，保你们周全。你不知道，昨天还有10几个弟兄伤口溃烂发高烧，军医都已经准备后事了，结果用了你送来的药，今早都退烧了。那就好，我还买了好多碘伏和无菌纱布，等下给你们送去。太谢谢你了，现在城里老人孩子都能喝上热粥了，好多百姓都在家给你立了长生牌位。可别搞这些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这次的物资只能让你们暂时熬过难关。你们孤城无援，城防又薄弱，只靠粮草药品恐怕撑不了多久。我也知道，可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城墙到处都是缺口，北狄下次攻城，怕是很难守住。别担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接下来我会大批量采购水泥、钢筋这些基建物资，帮你们把城墙修牢固，一定能守住苍云关。许姑娘，太厉害了，物资根本停不下来，又凭空落下一大堆从没见过的灰料，还有无数农具。别急，还有好多没到呢。建材用来修城墙，冶炼工具给你们造兵器，种子让百姓开垦荒地种粮食，生活用品分给大家。许姑娘，你这哪里是帮忙，你是直接给我们搬来了一座城池啊！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终于不用再坐以待毙了。我能做的就是给你们补齐物资短板，你们只管安心守城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对了，我还买了好多棉衣棉裤，再过几个月北境就要下雪了，别让弟兄们冻着。棉衣，居然还有棉衣！往年冬天不知道冻死多少弟兄，今年终于不用怕了。许姑娘，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啊！名策，休得这般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他高兴就好。咱们现在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的这份恩情，我沈燕和苍云关万民永世不忘。不必如此。等将来打退了北狄，我一定亲自登门道谢。好啊，我等着那一天。到时候我请你吃火锅，让你尝尝我们这儿的美食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北狄的哨兵在远处偷看，骑马跑了。好了，正好，让他们回去告诉北狄大汗，如今的苍云关再也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践踏的地方了。将军，大喜呀！许姑娘送来的药效果太好了，昨天23个重伤弟兄奄奄一息，今天早上全都能坐起来吃饭了。我算了一下，咱们的将士死亡率直接降了90%啊！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将军，多谢将军，多谢许姑娘，是许姑娘救了我的命啊！快躺下好好养伤，养好身体，才能继续守苍云关。将军，以前每天都要抬出去好多弟兄，现在一个都没有了。许姑娘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是啊，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。以前修这么一段城墙要几个月，现在几天就快完工了。不仅节省人力，还大大提高了效率。将军，喝亏了许姑娘，我们现在有吃有喝，城墙也修好了，再也不用怕北狄了。将军，你看，许姑娘送来的熔炉和打铁工具也都卸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锻造兵器？即刻开启军器间所有熔炉，尽数启用新式器械，炼钢助阵。我刚才试过了，削铁如泥，比咱们以前的铁刀锋利10倍都不止。哼，不错，轻重合适，硬度也够。全军都换了吗？都换好了，将士都高兴的不得了。现在大家操练起来都特别卖力。
装备换新了，战术可惜。我结合许姑娘说的战术，重新编排了攻防阵型，比咱们以前的老阵型灵活多了，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。是啊，我今天跟着操练了一上午，确实厉害。现在有了这些神兵利器和新战术，对付北狄人简直绰绰有余。那就好。城外的荒地开垦的怎么样了？都开垦完了，百姓们用新式农具，干活特别快，高产种子也都播下去了。许姑娘说，等到秋天，收的粮食够我们吃3年都吃不完。太好了，粮草问题解决了，城防也稳固了，兵器也更新了，咱们终于不用再被动挨打了。将军，如今我们粮草充盈，城防稳固，兵器精良，不管北狄何时来犯，我们都有十足的把握守住苍云关。没错，如今大势已变，我们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传我命令，全军加强戒备，北狄再来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定叫北狄有来无回！定叫北狄有来无回！今天我们这边下雨了，淅淅沥沥的。下午去逛了超市，买了好多好吃的。上次你说想吃巧克力，等下给你送几块尝尝。好，谢谢你。那你一定要尝尝，特别好吃。我还买了好多电影碟片，等以后有机会我放给你看。我们这边的电影可好看了。以后我戍守边关数年，日日见硝烟，见死伤，脚下土地渗透鲜血，早已忘了人间安稳是什么模样。你拼命守护的，就是这样的太平烟火。再坚持一阵子，打退北狄，你也能卸下战甲，安稳度日。能守护这样的山河，是我的荣幸。其实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书生，读书写字，游山玩水。可后来北狄入侵，我父亲战死沙场，我就来到了边关。那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辈将士戍边，不求功名荣华，只求山河无恙，百姓安居。纵使孤立无援，满身伤痕，我也绝不会后退半步。等你们彻底稳住边关，我再多送些生活用品，让你们戍边的日子能轻松舒服一点。有你倾力相助，已是我此生最大幸事。我有一笔生意想跟您谈谈。将军，北狄举国主力全来了，足足几十万大军，看这架势，他们是铁了心要攻破咱们苍云关。料到了，他们休养生息这么久，这次必然最大举来犯，就是想彻底撕开咱们北境的防线。咱们全城就几万守军，连日驻守早就累垮了，新兵战力跟不上，根本扛不住他们轮番冲锋。弟兄们，咱们身后就是家国百姓，咱们退一步，国土就丢一分，百姓就要遭殃。今日死守城关，人在城在，绝不后退。将军，敌军已经搭云梯爬城了。南北两个缺口压力最大，弟兄们快撑不住了。传我命令，老兵守死缺口，新兵随时补位，本师烈火轮番压制，绝不让敌军上城头。将军，顶不住了，敌军不断往上冲，根本不怕死。咱们伤亡越来越大，好几处防线都空了，弟兄们体力都耗干了，再守下去，防线肯定要崩。我知道大家都累，也知道弟兄们死伤惨重，但苍云关不能破，
告诉所有人，就算打到只剩最后一个人，也要守住，绝不让北敌的铁蹄踏进咱们大圣国土。今日一战，我们守住了苍云关，但每一个倒下的弟兄都是神某无能。记住他，记住每一个今天倒在这里的人，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记住他们的脸。我们活着，就要替他们看着山河太平，替他们守着万家灯火，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。诸位弟兄，今日我们在这里流的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。来日，苍云关下这片土地会长出新的庄稼，我们的孩子会在这里平安长大。沈燕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我明明给你们补齐了各种物资，你们的战力和城防早就今非昔比。按理说，就算没有援军和朝廷补金，你们也足以稳住战局。但怎么会被北敌死死压制，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？我也察觉到了，北敌此次进攻太过精准，每一次主攻的点位都是我们防御最薄弱的地方，像是提前知晓了我们所有布防。再加上朝堂半年来断我补给，四处散播谣言说我拥兵自重，刻意避战，还处处针对打压，实在蹊跷。我知道了。根本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背后蓄意布局，针对你。你驻守北境多年，战功累累，威望极高，手握大圣最精锐的边关重兵。朝中世家权臣忌惮你攻城之后撼动他们的权势地位，所以他们刻意断你补给，乱你军心，散播谣言，毁你名声，甚至背地里私通北敌，泄露你的布防。他们想借北敌的手除掉你。怪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我多次上书求援，全都石沉大海。难怪北敌每次进攻都能精找到我们最薄弱的地方。你和将士们对得起家国百姓，是朝中那些蛀虫自私龌龊，通敌卖国，对不起你们。这笔账我会逐一查清，尽数清算。小姑娘，上次我好声好气跟你谈，你不领情，今天我就不绕弯子了。我没什么好跟你谈的，这是我私人住宅，请你们马上离开，别在这里纠缠不休。哼，你手里一堆罕见的大圣古物，还有这独一无二的聚宝盆，随便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你一个小姑娘，孤身一人，根本守不住。我是真心想收所有古物加聚宝盆，给你一笔巨款，保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咱们双赢。我的东西轮不到外人插手，我不稀罕你的钱，请你们现在立刻离开。小姑娘，我清楚你们就是冲着这只聚宝盆来的，奉劝你们别逼我，不然我马上把这聚宝盆砸得粉碎。我得不到，你们更别想得到。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立刻退出去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再敢上前一步逼我，我立马毁了所有宝物，同时提交证据报警，咱们鱼死网破。我费尽心思就为了这几件宝贝，要是被他当场砸了，我什么都捞不着，绝对不能冒这个险。还好护住了聚宝盆，边关战事危急，沈燕他们还在苦战，我得想办法帮他破局。沈燕，沈燕，你在吗？我在。沈燕，你认真听我说，北敌在西北侧山坡藏了大批主力，那是你们的视野盲区，他们准备偷袭你后方，还有敌军左翼特别空，防备特别弱，是最好的突破口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身陷战场，视线受限，压根没察觉这些埋伏和漏洞，多谢。不用谢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能帮到你们，我很高兴。现在物资充足，敌情明朗，是时候逆转战局了。将军，敌军阵型彻底乱了，他们根本没料到我们会主动突袭，
弟兄们，将军，大捷！北敌几十万主力彻底溃败，咱们苍云关守住了。之夏，这一仗能绝境翻盘，全是你的功劳。我只是搭了把手而已，真正厉害的是所有拼死守城的将士。如果不是送物资、救命援、点破战局，我和数万弟兄早就埋骨黄沙了。我们本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也愿意为边关百姓尽一份力。等我肃商朝中奸佞，平定北敌战乱，我一定想办法去见你。山河为证，宝盆为约，此生定不相负。好，我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大人，沈将军刚刚大胜凯旋，军中士气正盛，咱们现在动手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朝中权贵早已敲定，不管这道圣旨是真是假，都咬定沈燕通敌叛国。如今趁他放松警惕，正好拿下他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边关守将沈燕居功自傲，私通北敌外敌，蓄意拖延战事，虚耗国库，致使边关军民死伤无数，钦此。沈将军，圣旨已下，还不速速接旨？沈燕，本官劝你认清局势，当众拒绝圣旨，便是抗旨谋逆之罪，连累整座边疆所将士为你赔罪。大人，我家将军驻守边关数年，拼死御敌，数次一胜多击退北敌，打了胜仗反倒被扣叛国罪名，公道何在？他们忌惮我手握兵权，如今边关大捷外患暂平，我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他们便罗编罪名，想要除掉我这个阻碍。将军万万不可回京，奸臣蓄谋已久，京城必是死局。你手握数万精锐，军心稳固，不如固守边关，清君侧，诛奸佞，还朝堂清明。不可，北敌残部仍在边境伺机反复，我若起兵对峙，便是挑起内乱，受苦的终究是无辜百姓。我征战半生，只为护国安民。将军，我走之后，边关防务全权交由你执掌，无论京城传来何种旨意，一律不许擅自调兵，给我守好苍云关。末将遵命，死守边关，寸土不让，等到将军归来。这群世家祸乱朝纲，残害忠良，是大赦的毒瘤。他们想借伪旨构陷我，我便亲自回京，当众撕开他们的伪善面具，还天下公道。沈燕一行人马上就到，咱们真要在此截杀朝廷侵犯，怕什么？这是相爷的命令，留着沈燕，世家必遭大祸。记住，不留活口。全员戒备，保护将军。大家稳住阵型，依托装备割挡防御，拆分敌军阵型，集中力量正面突围，速战速决。为了除掉我，这群朝堂权贵当真不择手段，战败一敌不敢追责，只会对内残害护国将士，
祸乱朝纲，打压忠良，当真可悲又可恨。陛下，臣有要事禀奏。此卷所示，皆是当朝部世家私通北狄，泄露边关防务机密，克扣前线军粮补给，构陷戍边忠良的实证。此中记载桩桩件件皆有凭据，绝非臣片面杜造。此辈身居高位，不思报效家国，反而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残害前线将士，损耗国本，实属罪迹昭彰，祸国殃民。朕待这些世家不保，予以高官厚禄，他们竟如此胆大妄为！陛下，世家盘踞朝堂数十年，党羽盘根错节，若不严加惩处，他日必定死灰复燃。恳请陛下下旨，彻查朝野上下。万万没想到，朕亲历以重的世家贤臣，竟是通敌叛国、祸乱朝纲的蛀虫，常年克扣边关粮草，泄露军密密报，构陷戍边忠良，害得前线将士含冤浴血，天下百姓流离失身。这般恶行，罪该万死！世家结党营私，通敌祸国，残害忠党，罪无可赦。朕命沈燕全权督办此案，彻查朝野内外所有涉案人员，一律严查严办，绝不姑息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重托。沈大人，世家党羽遍布朝野，牵连甚重，各地依附官员数不胜数。我等该如何开展清查，才能不引发朝野动乱？办案无需畏首畏尾，先抓捕世家核心人物，当堂取证审讯，再逐层摸排京中百官与地方官吏，全部登记在册。我等谨遵大人号令。大人，连日清查已然收官，所有世家涉案人员尽数抓捕归案，往年冤案也已全部核查梳理完毕，人证、物证、罪证齐全。即刻将所有涉案人员的罪状、处置结果公示朝堂，张贴全城，为所有蒙冤受屈的忠良将士平反昭雪。盘踞大圣朝堂数十年的顽固势力被连根拔除，所有奸臣污吏尽数伏法，多年积压的朝堂弊边、冤假错案全部清算整改，朝堂风气焕然一新。将军，属下奉旨巡查权健，特此复命。北狄最后残余不足已全数归降，前朝叛党余孽彻底肃清，边境千里无寇，再无战乱隐患。民生礼制、农田商贸，各地都安顿妥当了。回将军，您此前推行的政令已全国落地，流民尽数归乡，贪官污吏尽数查办，城池农田修缮完毕，如今百姓安居乐业，朝野安顿无虞。战乱终结，奸佞肃清，山河安定，万民无忧，总算不负家国，不负苍生。将军数年浴血戍边，力挽狂澜，是大圣的盖世功臣，天下百姓皆感谢于您。你先退下吧，传令各部将士严守边关秩序，安心值守即可。是，末将遵令。世人皆道我功高盖世，权倾朝野，可这万里山一世功名，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，与之上人平定战乱，论朝堂，把所有祸乱的根源全都扫清了。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剩下的时间，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千年的距离也好，时空的阻隔也罢，我都要试一试。江山我已守稳，往后我只想去见你。朝堂清明，山河安定，万民安居，
我已然尽了为人臣子、为将者的所有本分。这生，我不负家国，不负苍生，唯独亏欠你。我耗费数年，平定乱世，真除奸佞，扫尽世间一切纷争，就是为了卸下身上枷锁。这一世荣华，世人趋之若鹜，于我而言，皆是束缚。之下，你可看见了？山河无恙，乱世终结。我兑现了护世安民的诺言，如今我要兑现对你的诺言了。我愿耗尽自身修为，破开千年时空壁垒，弃万里江山，抛一世功名，不求千古留名，只求跨越岁月，奔赴你，陪伴你。千年相隔，岁岁相思，我此生赴约，绝不负你。原来这就是你生活的人间，无硝烟战火，无纷争权谋，岁岁安稳，烟火寻常。不对劲，这几天他一直怪怪的，之前只能传递声音、传送物件，最近怎么整夜亮个不停，还一直在震动？沈燕，是你吗？之下，我已经扫平乱世，了却了为人臣子的职责，如今再无牵绊，时空壁垒已然松动，再给我些许时日，我定履行我的诺言。你这阵子动静也太大了吧？破开时空是不是特别耗力气？你别这么拼啊，千万别把自己累坏了。我没事的，这点消耗撑得住。盼了这么久，终于能跨过时光见你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那你慢慢来，我在这边等你。谁？小姑娘别紧张，我就是专程来看看你家这宝贝的。整条街谁不知道你手里藏着千年古物，还有个会发光的神盆。你现在私闯民宅，立刻出去！在我眼里，值钱的宝贝，谁有本事谁拿。你觊觎我家古物和聚宝盆很久了，但它们只是普通的器物而已。少蒙我了！我亲眼看见你这盆子发光，异象惊人，这绝对是千年难遇的绝世宝贝，价值根本没法估量。那是我家祖传私人物品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请你立刻离开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我早就摸清你底细了，你手里有不少大圣宫廷古物，件件都是珍品。今天把这个聚宝坑和其他藏品全部交出来。你先别冲动，大晚上的没必要闹得鱼死网破，东西又跑不掉，我们有话好好商量。少跟我在这拖延时间！今天聚宝盆和你所有古物我必须带走。你求财我理解，可是入室夺宝是犯法的，为了珍宝赌上自己，太不值得。这宝盆独一无二，错过今天我会后悔一辈子，赶紧交出来！你就算现在强行抢走也毫无用处，只会白白错失机缘。这聚宝盆不是普通古董，自带千年灵性，认主而生，有专属的激活规矩，外人强行拿走，就是一个普通废盆，半点奇效都发挥不了。你少在这里忽悠我！什么认主规矩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编谎话，拖延时间。我没必要骗你，你混迹古董圈多年，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些门道。我不点头，谁拿都没用。心念契合，难不成还要滴血认主？我告诉你，别跟我玩那些江湖术士的马戏。滴血？这盆跟着我这么久，早已认我气息。你现在就算把它砸了，里面的灵性也会消散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不信，只要到了我手里，就是我的东西。那你可以试试。你现在把它拿走，明天要是能让它变出一枚铜钱，我把许家所有的藏品双手奉上。你现在强行抢盆，得不到半点好处，得不偿失。珍宝都有固定存放之处，深夜不便灵动，天亮我可以带你去看，何必把事情闹僵？你别想用这些话骗我拖延时间。你还记得3年前城西那个宋代汝窑笔洗吗？当时被一个暴发户花8000万买走，结果拿回家第2天就裂了，变成一堆废瓷。那件事不是说运输的时候不小心碰坏的吗？那个人心术不正，想用笔洗搞偏财，被笔洗反噬了。你觉得聚宝盆的灵性
会比不上汝窑笔洗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信不信由你，我只是提醒你，有些东西强行占有只会引火烧身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我既然答应带你看藏品，就不会食言。不过在天亮之前，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。有什么话快说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我警告你，要是敢耍我，我今天就把这老宅拆了。有什么话快说，别磨磨蹭蹭的。你先听听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配上你私闯民宅的监控。这个臭丫头居然敢阴我！把手机给我！我劝你别乱动，这些证据自动同步到3个云端账号了。只要我10分钟之内不输入密码取消，他们就会出现在警备亭。这些证据不仅会让你身败名裂，还面临着蹲大牢的风险。这个妮子，我居然着了她的道了。你在圈子里干的那些事儿，我要是都捅出去，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在监狱里。你调查我？我没那闲工夫，是你自己送上来。我只是不想把事情做绝，给你留条活路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着你的东西滚蛋，发誓这辈子也不跟任何人提起他的存在；第二，我报警，让警察来跟你谈，你自己选。好，我走。志祥，我来了。你怎么才来？我等你好久，我还以为你被绊住不会来了。怎么会不来？我的使命完成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只为你一人而活。山河万里，不及你眉间一点笑意。以后我们就在这里种花做饭，看日出日落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好。